有一位朋友说：“老师怎么记住生词，学好语法啊？我自学，所以语法不好，写作也不好。”这个问题呢，和我们下一个我犯的错误有关系。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朋友的提问：怎么记住生词，学好语法？是不是在问怎么样记住语法？怎么样记住生词？所以能够说，能够写呢，对吗？能够写，但是你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语法你学的再多，不能够让你真的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也不能确保你写一篇好的文章。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我们看第二个我犯的错误。第二个我犯的错误就是输入质量其实得出输出的质量，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先帮大家来回忆一下，在你的外语课程当中，很多人的第二外语是英语，对吗？那我们在考察你的英语水平的时候，是不是通常会有四项能力，对吗？你考 HSK 也有四项能力：听、说、读、写这四项能力。我们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如果要说得好，那就要多说；写得好要多写；读得好要多读；要听懂就要多听。听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呀，但其实这个思维方式里面问题很大。大家要知道，听说读写这四项里，其实有两项是输入信息，有两项是输出。啊，有朋友说和写没错，是的，我要表达呀，我要把我内心的信息传递出去，所以说和写是输出。那么我们听和读就是输入。当我们学习外语的时候，通常会依据个人的兴趣来选择。比如，有的人会选择看电视剧、听歌学外语，而另一些人呢，可能会选择阅读小说或者是新闻来学习外语。其实这些选择本身没问题，但大家似乎都有一个相似的困扰，就是我听了那么多，我读了那么多，可是为什么我就是说不出来呢？或者我明明学了那么长时间的外语，可是到了真实的工作和生活场景，我却听不懂母语人士在讲什么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我现在用我的两只手来给大家做一个比方。如果这只手是输入，是你听到的内容，是你看到的内容，那么输入的内容其实决定着你输出的内容。比如，假设我输入的内容是3，那么通常呢，我输出的内容，比如我说的、我写的内容也是3。但如果我输入的内容是1，那么你就别期望自己能够说出3或者写出3。虽然这样的比喻可能有点简单粗暴，但是它可以更容易地帮助大家理解。如果你听的内容是电视剧、是歌曲，你又怎么能期望自己能够在谈银行或者工作这样的业务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呢？同样的，如果你阅读的是小说、是新闻这样的书面语言，当你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自然的用口语的方式和别人交流和对话。那么在我学习英文的那几年啊，我其实很长时间都没理解这个问题。大家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我会选择大量我感兴趣的内容，比如关于旅行的一些解说啊，名人演讲啊，甚至有时候是一些新闻，可以帮助我练习口音。可是大家看到了，这些内容当中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对话，没有一个是母语人士在生活当中真实的讨论的内容或者真实交流的方式。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我学习的是英语专业，可是到了工作岗位，我发现我听不懂客户说什么，我也听不懂我的同事说些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听不懂、说不出来给我带来的极大的挫败感。
所以请大家花一点点时间来想一想，因为我不希望我说的太快，请大家想一想，你平时在听的内容、看的内容都是什么话题的呢？对吗？那么你听的和看的这个内容和你真实要应用的这个场景一致吗？如果一致的话，可能你会发现你表达起来就会比较容易。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我每天都要去超市买东西，对吧？我每天要去超市买东西，我每次去这家商店说的话都一样：“老板你好，我要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多少钱？”老板问：“你要不要袋子？”我说：“不要。”我们每次都是重复这些内容。那么如果我去另外一家商店，那是不是表达还是一样的呢？对吗？所以说，如果你想让自己有一口流利的中文，你的外语表达更加的自信、流畅，你要问的是我在什么情景下希望有对话的经验，那么你就要去听这些相关的材料。是的，输入决定输出，是这样，是这样。